那 Phison 现在整个企业版图，你们分成哪些类别呢？基本上只要是电子系统，一定会用到储存。对，凡有储存必有群联。你看到的任何产品线有储存的，大概离不开我们了。我们扮演角色都很重。是，所以你们也有帮一些厂商做代工吗？其实群联电子从第一天到现在为止，我们只是 ODM， 主要负责设计，对，跟主要零组件采购，是生产我们是外包给台湾的合作伙伴，是，对，大概就在以这边为中心，大概30公里方圆之内。那做完产品之后呢，我们就 ODM 给全世界各种各样的品牌，对，包括了汽车、影像、电脑。这个伺服器、手机、飞机、轮船、外太空，我们全部包办。哇，这个食衣住行样样都是跑不掉的。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你们第一年那个记忆体就卖了1000万哎。对，我们第一年就赚钱。对啊，太厉害了吧！然后第2年就赚了8000万，是。第3年已经2亿多了，你们这个成长的速度简直是。根本就是陡现的。对，因为我们逮到当初全世界第一颗随身碟单晶片，我们做的。我们有别人没有。是。那我们所以那时候的 USB 都是你们。我们全球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供货商啊。是。但是市场很小，因为刚开始嘛。到了2002年，公司还不错的时候，劳动家告我们。公司所有现金4000万被假扣押。薪水付不出来，货款付不出来。大概就是宣布倒闭了。是。对，那很辛苦。是。后来靠着 Toshiba 的一笔投资，他就额外投了一个150万美金给群联电子。你这个故事跟那个 NVIDIA 的现在最夯的那个黄仁勋这个人生的故事哈，是，就是在遇到最困难的挫折，几乎已经是谷底了。是。然后你们绝地逢生。对，遇到贵人，贵人相信我们，那把我们扶了一把。是。所以才有今天的。是。因为我知道你从这个2000年开始创业，然后到2004年你就 IPO 了。是。你大概是有史以来最快 IPO 的吧？我们创个纪录。对。撇除集团切出来的，是撇除富爸爸的，你们从零开始的。对呀。49个月。对呀。而且不是靠高科技函证。是。高科技函证是不赚钱可以上，我们是要连续3年赚钱。所以这真的是一个。奇迹啊！台湾的一个记录，大概没有人破得了，应该破不了。你们为什么会那么快就想要 IPO 了？群联电子前面的4年的同仁，的学校，都是从后面排起来的。啊，是吗？淡江、华范、万人，这是实话。是，因为我们要去找最好的工程师。一开始拼不起，不是拼不起，他不来，他不愿意来。他说我去广达、去华硕、去联发科、去威盛，已经有规模的。对，群联电子是什么会被倒啊？是，对，这是真实故事。是，所以根本找不到人。就算我回交大去跟学弟妹讲，没有人来。我们毕竟没有名气嘛，而且不相信会活着嘛。是。那在2000年当下呢，如果你一个设计公司不上市，大概就是不会有人来啦。是。我上市是为了得到一个名。虽然我们上市之后，直到2010年之后，才陆陆续续的有加入。那怎么加入的？是。我们搬到竹南。我回母校去跟他们讲说，群联很棒，很好，很棒。他们说学长，竹南很远。我说竹南不远，新竹市到竹南其实半个小时而已。骑摩托车很远。我说你开车15分钟。是。他说我没车。我说好，那你来群联上班，你第1天我就给你60万。你先买第1辆车。是。你开车就不远了嘛。是。所以我们那时候提供的先期的，你只要来要买车，先预付你钱买车。然后有无限大的停车场给你停。是。所以上市的目的是为了有那个名气。是哇，这个我真的，因为我一看你们第1年创业累积3000万资金，然后已经赚了1000万了。是。第2年营业额8000万了哈。第3年已经到2亿4。我想说，奇怪，你又不缺钱，你干嘛要 IPO？ 为了找人。为了找人，哇，这个又是这个 Phison 另外一个很独特的故事哎。为什么群联电子现在有这么多马来西亚的伙伴？是。因为本地同学都不来。马来西亚毕业生不想回去，本地企业不想请，因为工作是很麻烦。对，我说那你来，全部我处理。所以你非常成熟的这个帮侨生申请劳动签证，而且我办的都过。呀，当初是毕业生要留就海外工作1-2年嘛，但是我办都过。
同学不错，大三来攻读，硕一来攻读，我说这样好了，我现在申请专利，是你挂名。哦，那其实劳委会说，特殊技能是，这个很聪明啊，而且是合法的哦，合法的。对，合法的哦。当初我就走了这个，我申请的100%过。那打开了这个知名度，因为是创下有史以来最快的记录。是。那后来真的人才招募有变得顺利吗？顺利一点点，因为当初在2004年之后，还是遇到了有威盛啊，有联发科啊，有华硕，都是大型企业嘛。大家在抢人才。不是抢啦，我们不用抢，抢不赢。我们是到2010年、11年之后呢，在全台湾的学校一直演讲。那当然我们后来的生意也越做越好嘛。是。对，才比较容易取得台成青交的同学加入。是。对。所以你都还亲自去到这些学校做？我台湾大学应该讲超过300场吧？啊，真的吗？所以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锻炼，在后来你的创业当中造成什么影响？全联电子在开销部分不该花的绝对不花，但是该花的绝对不吝啬。是，像研发费用，我们2023年就105亿台币，很多呢，很多。今年估计会125到130亿。哇，那你们这个研发经费占你们整体的这个支出比例算很高的。我们研发的比例占营收的，去年是22%，占整个公司总支出81%。所以的话，公司的钱都在研发。是。那我公司没有配车，是，不用配司机，是，出国一律经济舱，超过7个小时后才有这个豪金舱。哇。出差到海外嘛，大概不会安排什么5星级饭店，因为不需要了。是。那也曾经遇到说，我们请当地的客户订了一个2、3星的，是。那你们不要住这个，我老板会看不起你们。我说不然你帮我出钱啊。对，看得起看不起不是我住什么饭店，而是我没有把服务把它做好，把产品做好。Phison 的营业额这么大，大概大家很难相信你们会住这种饭店。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公司的一个文化啦，钱该花就花在员工身上，不要花在一些我觉得没有必要的上面。是，这个我听起来表示你们的员工工程师在这个 Phison 里面一定是非常愿意长期跟你们奋斗，所以你们离职率大概很低吧？是的。全联电子我们对于同事不管是在所谓收入上面我们会比较尽力愿意帮他们忙。是。那各种疑难杂症，不管遇到法律的啦，遇到这个治安的啦，遇到医疗的啦，公司都会愿意用公司资源去帮忙。我们搬来竹南的时候呢，面临一个情况我们毕竟公司还是民主嘛，是。从竹东搬来竹南的时候呢，我给大家不记名投票，是70%说不要。为什么？鸟不生蛋。但是我还是来了。是。来的时候我鼓励说，你们来了房子赶快买。那是1坪8万10万。现在不得了了啦。对，今年他们蛮谢谢我的。是，我相信这个看起来这个台成青交我想应该有不少人很后悔当初有相信我们来全联电子，有听建议的现在都蛮自豪的。是。每一次公司的转折里面你说你要从本来稳定的地方要搬到一个重新开始的地方，对，大家觉得很偏僻，是，对不对？然后到现在在这边建立了这个基地，是。那竹北地区，也是你们另外一个厂，对不对？是。竹北我们在进行中是因为很多竹北的工程师不想到竹南，因为觉得竹南太远，所以我们在竹北呢要物色一块地，要盖栋这个大楼。然后来招收我们竹北的工程师。OK， 但是竹北现在地价也好贵呀，所以我们用捐赠的方式，是，对，跟学校合作，等于说也带动学校的繁荣。对。所以你们跟学校之间的用这种产学合作的模式，一直是你们经营的理念之一吗？是的，特别是跟我们母校阳明交通大学。那在台南的部分呢？在 COVID 的时候呢，其实我认为我是支持返乡。因为 COVID 证明说 work from home 是 work 的，对，就不一定要大家集中在一区，是，你的交通、房价、物价，这其实不对了，对，所以我们后来呢就改成分散式的，是，有主管说我住哪边，我要回去，我可以带队，
那好啊，给你带啊。是，所以如果要去金门呢，可以考虑啊。是，好，要到台中，我们也可以考虑，只要有主管愿意，我们都可以考虑。哦 ，OK。那请问一下，你们在台南的这个公司，跟在这个我们现在竹南的公司差异在哪里？基本上就是位置不一样，然后工作都类似 ，OK， 类似，我们就把计划放在不同地方。那有很多本来在竹南的台南人也申请到台南去。哦，所以等于说各个部门都有不同人，在板桥、在竹北、在台南都有。是。所以听起来，这个 Phison 的员工跟你们一起愿意用这种精神打拼。一个公司能不能发展，这个是很重要的 philosophy 经营理念。对，所以你们投资非常多的研发的经费，代表着你们有新创的能力，跟领先各种的这个产业的这种能量嘛。所以最近你们几年有什么新的计划吗？其实群联电子在今天呢，已经是全球存储产业里面一个不可或缺的必要厂商之一。是。可能不是之一啊，可能是唯一的哈。对，最主要是因为过去我们在研发投入呢，不管景气好或不好，我们都没有间断。在过去这2年很不好，同业大裁员，我们是在逆势的增加这个同事。是，去年从早期的 USB 消费类，对，后来走到所谓的这个 embedded 就工业类，是放在手机、放在汽车。是，那我们现在走入了所谓的资讯，像这个伺服器，对，全世界的 cloud 我们也做了不少。是。再讲到最近的这个生成式 AI 的这个发展，生成式 AI 呢，大部分人想到就是很贵，很贵。我打个比方20几年前我们出道的时候呢，工厂都说要用机械手臂，对，可是手臂一支1500万台币，当时真的很贵，工业2.0的时候，对，用不起，对。经过20年努力，现在一支手臂台币15万，差那么多？对，全工厂现在都流行，全部都是 automatic 了，对，全部都自动化。对，生成式 AI 绝对是必须的。但是今天一个生成式 AI 你要进入的门槛就几千万台币，很多中小企业主用不起，负担不起。对，我们经过6个月努力呢，我们把这种价格，降低到100万台币，那你就可以开始从几千万变成100万台币，那是1/30、40%，对，已经发生中。那最近很多企业主找我们谈说怎么快速引进，那台湾有个契机就是。生成式 AI 是必然会发生的，是谁越早把它完成，竞争力就增加。因为美国自己的生成式 AI 还是比较偏费用高，是也用不起，是。所以台湾这套呢，如果用半年到1年架构起来，大量使用，是除了增加自己企业竞争力之外，还可以快速的输出这个服务，取得所谓的除了硬体之外，还有服务的收入。对，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契机。台湾的转型从农业到工业，对，靠 PC， 对，创业潮是消费类，对，半导体，可半导体已经没有创业潮，因为太贵，对 ，APP 10几年前很多创业潮，对，可是没有赚到钱，对，门槛太低，对，然后可是呢，这个使用不高，生成式 AI， 台湾很可能会有一波很大创业潮。现在全世界看起来都在投入了，都在投入。可是呢，不知道怎么投入。对，因为你的入门券要几千万台币，那个门槛太高了。用不起，就像机器人2000年前都是口号嘛。对，花了20年把价格降下来嘛。是，我们现在已经把价格降下来了。是。所以我认为呢，全世界其他地方会快速的跟进，但是台湾还是走在领先的上面。对，所以台湾有能力建构一个很好的生态系统，是以后整套去输出。是，哇，听起来这个。前景可期对，我对这个 Phison 从过去USB 的储存起家，然后走到今天这个，刚刚我听了我们执行长说，这一颗呢是上了这个太空站的，是的，这一颗呢是上了月球的，是的，这一颗呢是上了火星的，我真的非常的这个 impressive， 就是很印象深刻，就是说。短短的这20多年的时间，那个 Phison 可以这样子快速的这个成长，是。然后你们不但是说营业额啦，我们比较感到印象深刻，是说你们真的是研发能量很强，是。所以你们的那个脚步都是走在别人的前面，是。领先3年5年不为过吧？是，领先3年5年，而且看起来后无追兵，因为投入门槛已经很高了，是。你说。
一个企业一年要投100亿台币来做研发，大概很难呢，不会太多了。对，不管是先进国或开发中的，我认为机会不高。但是这个又是一个企业能不能在未来继续保持领先，是继续占有相当市场的很重要的门槛，对不对？是的。这个经营模式呢，看起来是非常需要人才的。是的。所以你们对人才的把握，想必也会是非常。是的。所以你们的人资管理，我们很有兴趣。是的。了解一下。他们很辛苦，很辛苦，因为我们的人员成长太快。对。然后呢，我们不只是有台湾的基地，是我们还有美西。美西也有。我们美西也有，我们美中也有。是吗？我们日本也有，印度也有。马来西亚马上要成立一个新的子公司，是主要也是因应了全球局势、美国客户的要求。2000年的时候说地球是平的，你家就是我家。是，现在地球是一个一个区块。是，我的就是这种供应链的模式改变了。是的。在 COVID 以后，大家都是要求要有韧性。是的，是的。然后要有分散式的风险管理。是的。我们也被欧盟的某位伙伴邀请跟要求。请你们去当地，对，不是做生产，是做设计，是，等于说必须要把群联的这种模式，复制，在马来西亚、是印度、是，还有欧洲，所以这个人资管理真的会越来越复杂。是的，没错。你们要 Crude 的这些人才，也会变成是全球性的人才。是的，是的。我们在美国办公室有10几个国籍的人才。所以，如果你们直接到了那个当地的话，可以跟很多的企业，直接做诊断跟合作，帮他们做设计。这个真的是蛮有必要的。对。那人资管理上面我最后想要问一下，就是你们会鼓励员工继续进修吗？有，我们其实那个进修课程其实很多。是吗？很多。对，我们现在不止鼓励进修，我们还鼓励说，如果你在总部培养一段时间，你想要往日本走，派你去。要去美国派你去，要去印度，当然你要去派你去。是，我们在培养很多年轻的干部在这个允许情况底下呢，他们有能力多让他们去看，那会是我们未来公司的主干。OK， 主要是我们也想知道，就是说，如果你们在当地的local employee，他们会不会需要学华语呢？现在没有，现在没有。所以大部分都是用英文沟通，用英文沟通。对。我之所以提出这样，是因为要跟执行长说，我们现在在欧洲跟美国侨委会有设立华语文学系中心，所以我们很愿意提供给企业。好的。那我们有师资，我们派我们的老师来帮你们客制化课程给你们的员工上课。所以maybe 以后印度我们可以考虑。我们是期待，就是说，因为我们都是因应这个世界的挑战嘛，所以。英文当然是大家最普遍公用的一种语言但是我们也知道说，我们在地的一些企业要往外发展的时候，那个营运的沟通的这个需求上面，如果相对有一些多余的机会，那大家就会更容易沟通。我们继续扮演这种平台的角色。太好了，谢谢。我知道你们的计划2024、2025都已经在做了。是。可不可以跟我们讲讲，就是说，你们生成式 AI 刚刚讲到说，你们是在走平民化的价格路线。是的。是的。那到底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在生成式 AI 里面呢，除了 GPU 之外，你要用大量的 DRAM， 他们简称叫 HBM。但 HBM 这个主要掌握在韩系的手上。很贵。海力士跟 Samsung 很贵，当然美光很贵。那他们是绑在一起情况底下呢，你要扩充的时候，你要一直买。那我们是做 storage， 用 SSD， 我们破解了他们的连接，是用 SSD 来取代 DRAM。所以费用就快速。所以你们跳过 DRAM 了？是的，它那个 DRAM 比对 SSD 是1块比2000块。OK。所以你想象我们用 SSD 放进系统，让它可以动得起来的时候呢，你对 DRAM 的仰赖，它不是不会有，它会有，可是大幅的就不需要那么多了。对，让它变平民化。是，所以这个价格的可进性就高很多了。是的。所以大家未来在训练这个 AI 的时候，这个成本就不用拉那么高。是的。然后更快普及。是。造福人类。是。
让世界进步。是，所以如何从台湾的这个各种公司行号，包括政府部门，对，去推广到国际的社会。是的，没错，对呀。今天电脑展会是一个很重要盛宴，是这个东西也在这个贸协配合支持底下，很多供应商之下，我觉得今年电脑展会让全世界看到这个平民化的生成式 AI 的方案。是，我有在想，就是贸协当然，它每一年也会到其他国家去做一些商展嘛，是，所以我们 Phison 应该也有机会跟着我们可以去做行销，对，当成是一个所谓的国民的外交，对，把方案呢以贸协名义到海外去吸引他们对台湾的需要，对，取得台湾需要的资源，是。反正我们不同的这个产品有不同的市场，是的。那你们发展了另外一条路径，是让大家在这个可进性上可以提高很多。是的。我们真的非常高兴能够听到这个好消息。谢谢。好，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这个潘执行长在台湾建立了一个本土的企业，那培养了这么多的人才。而且生产这么好的一个这个 IC 设计的产品，变成是台湾的代言之一我想作为中华民国政府台湾，我要特别谢谢我们潘建成执行长，然后也很期待呢，他可以做我们侨生的代言人。过去几年我知道，马来西亚有不少学生呢，是因为听到了你的故事，然后大家。又兴起了愿意来台湾的一个兴趣那我相信这个故事呢，我们要把它翻译成多国语言，谢谢，到其他的国家去让更多的其他年轻学生可以认识说来到这块土地上，他们有着无限的机会可以发展。谢谢，好，谢谢你，谢谢。